Dreams。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崔璀璨。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双语者用什么语言做梦？一般人可能觉得双语者两个语言一定有一个是比较厉害的，那梦里面就是讲这个语言呢。不过并没有那么简单。当然，我不是第一个关于这个主题拍影片的。不过这部是论文里面出现的一些资料，还有其他人的经验跟我自己的经验混合在一起的影片，也会给你一些建议，让你自己能够用另外一个语言做梦。你猜，你觉得我做梦的时候是用什么语言做梦的？What's bilingual？ 首先，我们来定义双语者。按照定义，双语者是很流利的，能够讲两个语言的人。不过，流利也是不好定义的词啊。我觉得美国国务院的这张表分得很清楚。因为你看一下，他说第一是能够去旅行的时候用到的语言，是能够讲的流利。一个双语者，我觉得应该是在教育方面，还有工作方面、日常生活方面都能够用这个语言讲话的。一般人也应该就是认为日常生活方面还有教育方面能够用那个语言的话，就是算流利的吧。甚至有的人认为，如果你能够用一个语言做梦的话，那就表示你已经流利了。那我是不是算双语者？我觉得算，因为我是用中文上课的，用中文过生活的啊，我就住台湾，所以双语者。How do dreams work？ 那梦到底是什么？这其实很有趣，你知道吗？科学家就是不好去研究人家的梦，因为看不到其他人的梦啊。然后如果那个人跟其他人讲做梦的时候看到什么的话，也不会很准呢。做梦的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有人认为你做梦的时候不能制造新的人，所以你梦里面看到的那些陌生人，其实是你生活中看过的人，只是你不记得他们的脸，但是你脑袋还记得。有人认为梦是你的潜意识试着跟你讲话，或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有人说你做梦的时候没办法阅读，所以如果你打开一本书的话，其实你完全看不懂。有人会控制自己的梦，还有人有 sleep paralysis 的问题。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解释方式是你进入 REM 睡眠的时候 REM sleep， 是你脑袋在处理、在整理你的回忆的时候，然后你脑袋里面的隔壁就是负责理解事情的，会尽量把那些事情做成一个故事。 The unconscious part of our brain is busy organizing memories and strengthening connections from the day before. These electrical impulses are detected by our conscious brain, and our cortex freaks out and doesn't know what it means, and so it tries its best to create a cohesive story, creating a dream. This would explain why dreams are often so fantastic and seemingly random. How does language play into this？ 那跟语言有什么关系？这个跟梦一样，就是没有100%了解。当然，如果你只会讲一个语言的话，那你应该就是用那个语言做梦的，对不对？一般人可能觉得双语者两个语言一定有一个是比较厉害的，那梦里面就是讲那个语言呢。不过并没有那么简单。Psychology Today 有一个文章是写说 The first thing to consider is that, in fact, thinking can be independent of language. When bilinguals are riding a bu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or exercising, their thoughts might not be in any particular language. 所以也就是说，有时候你有一些感情，对不对？那我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用英文或中文想这件事情啊，所以很奇怪。想到梦的话，也就没那么简单。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讲到或听到一个你不会的语言？ One interesting aspect of dreams in bilinguals is that some people have reported speaking a language fluently in a dream when they are not actually fluent in that language. A linguist reported that a multilingual who spoke some Russian dreamed that he was speaking fluent Russian, but when he woke up, he realized that it had in fact been a mixture of Czech and Slovak with a bit of Russian, and not fluent Russian after all. 如果你梦里面有听到一个你不会讲的语言，比如说西班牙文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一点点西班牙文你会的，然后再加几个类似的语言。What about bilingual
双鱼座到底有什么语言做梦？大部分我看到的网络上的那些资料，不管是论文或有人直接留言说他们用什么语言做梦，大部分都是说就是看跟谁讲话就会讲那个语言。调查里面有70%说他们会的语言梦里面都有出现，都有讲到。The language I speak in my dream depends on the person I'm interacting with in there. So if I dream of the friends who speak Hindi, I talk to them in Hindi. I do usually dream either in English or Telugu. 还有人说，这刚好是住法国的人，他梦里面是在法国的，所以如果他在跟美国的朋友讲话的话，他会讲英文，但是他要想去菜市场买什么菜的时候，也都是用法文写的或想的。他说，如果想要讲他的同事跟他讲过的话，也就是会想到那时候讲的语言。自己做梦的时候也一样，就看跟谁讲话。比如说我家人有来到台湾，然后我要带他们出去玩，所以我帮他们点菜的时候，梦里面会讲中文。看梦里面讲的中文是什么，我会帮我家人翻译，甚至有这样在梦里面翻译过。所以其实梦里面有分很清楚，说谁会讲那个语言，还有谁不会。遇到日本朋友的话，梦里面也是讲日文的，所以这样其实答案是蛮清楚的。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几个月前我在看一个英国的连续剧跟电影，然后看很多都是我睡觉之前看的。那做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会用一个英国腔讲英文，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生活中不会这样跟任何人讲话，可能会为了好玩想要学一下，但是真的不会跟谁这样讲话。所以虽然如果跟我家人讲话，我不会用中文，因为知道他们不会讲中文，但是我却会去用英国腔，很奇怪吧？脑袋好像也分得清楚说啊，那个还是英文，蛮有趣的。How can I dream in another language？ 如果你正在学一个语言，或你已经学好那个语言，不过做梦的时候都没办法用到的话，你想要用那个语言做梦的话，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能够用那个语言讲你的情绪，还有你的想法，越自然就越有可能会出现在梦里面。不能每一句都翻译。有一些人一开始学一个语言的时候，当然学得很好，不过都是先用他们的母语，然后再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这是不行的，不要翻译。但是这样还不够的话，你睡觉之前可以听，可以看，还有可以讲那个语言。当然一整天都在讲英文，那你做梦的时候不可能突然开始讲法文，但是呢，你认识法国朋友的话，可以传讯息的话，那你就睡觉之前跟他传讯息，用法文讲话，会帮助你的脑袋转变模式。会不会有人觉得做梦能够讲另外一个语言的话，就是免费的练习？这也是不错的。你利用这些方式，然后你开始做梦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有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呢，第一次可能是你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你想说啊，我很想要用这个词啊，那个词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梦里面去查字典，然后就讲出来。之后可能是我要写一句，然后你就想出来，你讲出来那一句是慢慢开始的。那之后我相信你可以用那个语言跟人家沟通，一定还是会有混合在一起的。那如果你有看到最后面，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留言的很少，我都会看到。我的问题是，你的梦里面有出现过几个语言？请记得按一下订阅，然后下礼拜见。